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一期我们集成了 Trellis 来做图片到 Mesh 的生成，但期间也发现一些问题，这次来改进。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速度慢了很多，主要是来自于后处理里面的展 UV。上期说过，现在的 Mesh 有内外两层，不光造成处理速度下降，还因此有一半的纹理面积浪费在了内层三角形上。在 Trellis 里有个 fill holes 的函数来处理这个，它也是个不好的命名方式，做了多件事情，其中一个是补洞而已，不应该用这来命名函数。它里面一共做了3件事。第一是去掉不可见的面，通过从随机的1000个视角渲染模型，把可见的三角形标记出来，删掉只有少数视角可以看到的。然而这里又是用的 NVDiffRes 里的 CUDA 软件光栅化器来做光栅化，把结果为 Touch 到 Unique 来得到可见的三角形列表，并不高效。更好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从一个视角渲染模型，就用普通的光栅化。Texture 的每个像素写入的是三角形的 ID， 对 Pixel Shader 里可以访问到三角形 ID， 写出就是了。第二，申请2个 buffer Mark 和 Count， 都有三角形个数那么多的单元，都清空成0。第三，用一个 Compute Shader 把第一步的 Texture 里每个像素的三角形 ID 往 buffer Mark 的对应位置写入1。这时候你肯定要问了，如果多个线程同时写入一个位置怎么办？没关系啊，它们都是写入1，即便有冲突，不管谁赢了，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把 Mark 加到 Count 去，这样循环过所有视角，就得到了每个三角形能在多少个视角下可见的列表。接着就能把可见性低的三角形过滤掉，得到单层 Mesh。其实1000个视角也没必要，如果开了保守式光栅化，200个就够了，结果一样。如此一来，生成的 Mesh 三角形数量差不多降到一半。第二是用 Min Cut 的方法，沿着权重最低的边切开，进一步把内部的三角形去掉。但其实目前看来 ，Mesh 里更多时候是分开的三角形岛，本来就不连着。我们原先也有根据连接性选出最大组件的步骤，还用它就行了。第三是真正的补洞，这里用的是第三方库，来自于 PyVista 的 PyMeshFix， 但就因为这样引入个第三方库，还只用到它的一个功能而已，不合算。更何况它以及底层的 Meshfix 库都是 GPL 的。补洞也比较基本了，每个三角形生成3条边，每条边有2个端点的顶点 ID， 扫一遍 Mesh 就能得到每条边有几个邻接的三角形。我们只关心 Mesh 内部只有一个邻接三角形的，那就是边界。接着从一个顶点出发，沿着边界往前找，如果回到了顶点，就说明形成了环，也就是个洞。把这个洞用 ER Triangulation 算法三角化出来，就补上了。这些都是现成的成熟算法了，不用自己写，让 AI 写就行了。现在的 AI 写 Python 可以，写 C++ 总会有问题。Copilot 怎么改都对不了。Grok 倒是可以用，但还是需要人工一行一行过一遍，总有不够好的地方。因为 Marching Cubes 的分辨率提高，现在三角形数量比以前多了很多，所以简化 Mesh 一步，减到一半还是不够的，得减到1/8。有一个和 Trellis 不同的是处理的顺序， Trellis 是先减面，再去掉不可见面，去掉三角形岛，补洞，而我则是先去掉不可见面，去掉三角形岛，减面，最后补洞。因为如果前2步会去掉大量三角形，让减面先处理它们再删掉，挺浪费的。最后就是减面的时候会因为种种原因产生新的洞，那就不如之后一起补。经过这些处理，展 UV 从38秒降到了 2.8 秒，浪费的纹理空间也找回来了，总时间降到了80秒，已经比换成 Trellis 之前快了。还偶然发现 Trellis 初始化需要13到17秒之多，未来也有优化的空间。接着有个工程方面的改进，之前就想做，但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做的情况了。我们用到了不少预训练的模型，之前都是在首次运行的时候下载，很多是调用 Hugging Face Hub 的 From Pretrained， 现在也就 Trellis 还在用 Hugging Face 的，而且全都是自己写的下载代码，
就干脆进一步简化一下，改成在开发阶段就下载。Hugging Face 上的模型库本身就是个 Git 库，按说用 Git 拉就行了，但里面有8个模型，全都不小，都以 LFS 的形式保存。而我们只要用其中的4个，这里的技巧是利用 LFS 的环境变量设置成1之后，再用 git clone， 就会在启用 LFS 的情况下 clone git repo， 但是跳过所有的 LFS 文件，接着再单独用 git LFS pull 来以文件为单位拉下需要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本地的 repo， 但只包含我们要的文件。最后通过 hard link 的方式部署到 app 目录，就可以完全不用在运行期下载。Dino V2、Delighting、Mask 生成器的模型都是通过 URL 下载的，在 CMake 里面做就是了。Mask 生成器需要额外一个脚本，从 Onyx 转成 PyTorch 的格式。原先还以为能因此完全不用部署 Onyx 和 Onyx to Torch， 结果 Onyx 格式里不光有权重这些数据，还有神经网络连接的代码。Onyx to Torch 转换之后仍然用的是它里面的类，所以还得部署那些文件。以后肯定要大量改写，到时候才能完全去掉。现在走一步算一步了。如果需要精简量化模型，也可以同样在这阶段做。回过头看，我之前打算加入可微渲染来优化最终的 Mesh， 接着发现可能需要主像素深度才能在展 UV 之前就优化 Mesh， 于是尝试加入 Moji， 接着又发现可能需要去掉光照才能得到更好的主像素深度，于是尝试加入 Delighting， 最后转一圈回来，换掉的却是 Instant Mesh。 不过现在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加入可微渲染优化的程度了，但主要不是优化 Mesh 本身形状已经相对完善，而姿态实际上是不对的，需要靠可微渲染来校正，因此也造成了纹理投射角度的错误。希望完成这个之后能进一步提高质量，简化流水线。接着有个可用性的问题，这主要来自于用户的反馈。我们流水线的第一步是从图片的 EXIF 读到相机的型号和焦距，查询一个数据库得到 sensor 的物理尺寸，从而分析出内参，有了它才能开始 SFM 的流程。但有些图片不见得有 EXIF， 数据库也没法包含所有的相机。如果能从图片本身估计出内参，就能避免缺乏数据的困扰。这方面的工作不多，做得好的更少。Moji 里有一个，但我还不确定引入整个 Moji 就为了估计内参是不是浪费了。再往下，我打算调研一下 GGML， 这是个纯 native 的机器学习库，比 Onyx 轻量很多。最近火起来的在本地跑 LLM， 大多用的是 Llama.cpp， 那里面就是用 GGML 做底层神经网络和 Tensor 的支持。它有多个后端，包括纯 CPU、CUDA、AMD 的 HIP、摩尔线程的 MUSA， 甚至华为的 CANN。如果我们也用这个，就能脱离 Onyx 和 PyTorch， 也能脱离 CUDA，App 包和显存占用都能大幅降低。我之前提过几次，会写一个 shader 生成器，用图形 API 做推断。GGML 就有个 Vulkan 的后端，包含 GLSL 的 shader 生成器。不管是我给它写个第3、第12的后端，还是我给 AI Holo Imager 加个 Vulkan 的支持，都能把它们接起来，不用自己从头写。下期就从可微渲染优化开始新的旅程，欢迎继续收看，再见。